哎呦，哇，看吗，小伙伴们？那拉倒，明天穿这件儿。各位看到的画面都来自6月29号和6月30号早晨，来自第39届佐吕间湖100公里超级马拉松之前。这一期是这个系列的第2期节目，讲述我们从大阪来到北海道，从机场到达酒店，从酒店到达赛场，期间经历的各种准备、各种事情，记录赛前的所有。6月29号中午，我们的飞机降落在了北海道新千岁机场。下飞机之后非常的紧张，因为从我们出机舱到大巴最后的发车时间只有不到20分钟的时间。一路小跑找到了旅行社的柜台，总算一切顺利。旅行社给每个人准备了一份便当作为中午饭，因为大巴车的时间非常长。11点多，我们的大巴出发。途经了2个休息站，每个休息站停了10到15分钟，一共用时6个小时，到达了我们的驻地。驻地在北海道这边一个叫做北见的城市，是个特别小的城市。这个城市距离明天比赛的终点比较近，距离起点比较远。到达酒店以后已经是下午的5点多，准备了准备就去吃晚饭。嘿，小伙伴们，6月29号已经下午的5点13了，刚进酒店，赶紧准备自备饮料，准备完自备饮料，准备号码布，准备完号码布呢，把东西充上电，赶快下楼吃饭，然后回来睡觉。来吧，看看都有什么。这是一个宝矿力的冲剂，这一袋它写的是可以冲1升的水，这一袋总共有288千卡。有73克的碳水和1.32克的盐，还有特别少的其他的矿物质，没有其他的东西。这个288千卡3瓶有点少，所以呢，你们看这个，这是10克的盐，这是大概有将近20克吧，10多克的糖，然后这是这边一能量胶品牌出的冲剂，这个冲剂不是宝矿力这种碳水的，就是糖的冲剂，这个里边主要是其他的营养物质，一个里只有35.2千卡，也就是说呢，我们这样干，每一个瓶子一个它1/3的它和1/3的它。至于这个，上一部影片跟大家说了，这个是忘了哪个比赛发的了，这里边也是就是电解质什么的这些东西，反正就给它放在63公里那个瓶子里就行了。那我们就开始兑啊，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兑自备饮料。咱们这影片贵在真实，我尽可能的。因为这儿不像家里没有秤，其实我不太知道1/3是多少。来吧，不少的啊，看着挺带劲的，没了。好，然后这我是第一次喝，看什么样。尝尝，咸的。这个是补充电解质的，那正好，因为宝矿力这个是以糖为主，没有电解质，这个是补充电解质的，要小心倒。它这个写的是一个冲多少水呢？没写，随便，视口味而定。刚才野口先生在我们群里发他准备的那个，弄得特别好看，我这跟人家比特别的不专业。
他就是弄那种日本运动员喜欢弄那种，就是带一个滴溜的那个。好啊，然后这个真的不会有什么连带反应吗？好，然后这个是糖，糖得搁一点，但是这有一个问题，瓶口有点小。这是那种特潮湿那种糖，就是大粒儿的绵白糖，对，不是砂糖。你看就这么对，这个饮料的热量含糖量应该也没有可乐高，这都已经这么些了，这看着我感觉我喝完糖尿病了。那些特甜的饮料是不是得这么多？是不是挺吓人的？这家属看着我笑，对吧？这已经我已经照，我这是100公里的补给，已经照死了，往里怼了。呵呵，这是盐。明天特别热，所以，但是我其实不知道这盐咸淡，这是我吃烧肉用的盐，吃烧肉蘸这个盐，试试啊。一共是3克，一共是10克，对吧？一共是10克，但10克盐看上去比我想象的多，盐就不都倒了，因为其实不完全是钠的原因。盐弄完10克，我看着就感觉多，然后剩了一点。这瓶是他们这儿百元店卖的这种，这个是外出露营带酱汁用的瓶，能挤出来，然后防漏的那种。来吧，让我们兑水，就凉水。这一瓶是多少？300毫升，对吧？强迫症犯了，这3个瓶有一个瓶不一样，应该把不一样那个饮料搁这个放那里，摇一摇再兑，再接着兑水。好，把水灌满。对啊，你们说是把特别加料这放60多，还是放在79呢？我还没想好。我本来想的是买那个百元店那种挤酱的那种瓶，后来一想，这要早上给组委会他给拉到对应的点儿，那个不是密封的，这就只能这样了。其实最好是那种就是跟运动水壶那种一舀能喝的，但是那种成本又太高，我觉得不值当的。好，让我们把这贴上就 OK 了。先来一个30的。反正到79点，我要是能顺利喝到这瓶，完赛就没有问题，因为你还剩一个20公里了嘛，对吧？要是喝不到这瓶呢，那就跟他没缘分了。好，看看30、63.5、79.4，怎么样？好，那我们一会儿看看晚上吃什么。走。酒店当天晚上的晚餐，后来我们发现算是比较简单的一餐，因为是在一个会议大厅吃饭，并不是在酒店的餐厅，只有所有来参赛的人和同行的亲人朋友在这儿吃。餐食没有后来第2天酒店的餐食那么精致，但是量非常大。我最后没有吃完，因为我觉得肉太多了。
比赛前一天我不太吃太多的肉，我觉得消化不动。后来我给大河原先生发晚餐的照片，他还说量不够，我说我都没有吃完。我不知道你们赛前别号码布的时候是什么心态，反正我每次赛前别号码布的时候都想，因为吧，你们也看我这些年的训练呀、比赛呀各种东西，包括这应该是你们第一次看到我别号码布，你大概就能理解我总说，有时候参赛对我来说呢是个挺大的事儿。就像有的小伙伴那时候国内赛事特多的那几年，每周出去一趟，我感觉我就是挺佩服人家的，心理比较强大。而我呢，我特别把一个事儿当事儿，所以我听野口先生说，今年很特别，他在我 YouTube 的频道下面回复了我说，其实报名是很难的，每年原来都要抢，几乎都是秒杀。今年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在想，我看刚才刚吃饭的时候，看好多人穿着前几年的衣服，就这个比赛，我觉得如果不是对100公里这种超级马拉松很上瘾的人，我觉得就来体验一次就好了，真的，因为它相对还是太麻烦了，这个地理位置是太麻烦了。明天从酒店到起点大巴又1个小时40分钟，今天坐大巴比坐飞机时间都长。我们11点半出发的，从机场到达酒店的时候已经快17点，快5点了。在大巴上坐了将近6个小时，停了2个服务站。所以我看有的人拍佐吕江湖100公里的视频，是在他那个起点那个地方是可以露营的，起点边上草坪上好多小帐篷，就头一天晚上去那儿住的。因为说白了，这一趟开销不小呢。如果就是走这种旅行社，你要住酒店，你要有机票，而且你注定周一是要请假的，对吧？讲道理。哎呦，哇，看吗，小伙伴们？那拉倒，明天穿这件儿。大家去翻翻去年8月份我的长居公园的半马，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。可能确实有没看过的小伙伴，跟大家解释一下，这一代的这几个 Nike 这儿是胶粘的，穿的时间长了以后，洗的次数多以后，这儿就会开胶。那这件明天备用喽。好，哎，小伙伴们，6月30号凌晨0点36，已经起床了16分钟，看昨天睡得怎么样？不截图了，睡了4个多小时，深度睡眠1个多小时，但是心率比较高，深度睡眠有1个半小时，心率61，我平常可能53或者54。然后再检查充电设备，再烧水、冲咖啡，一会儿再去领吃的。自然家属去给买俩面包，一个392千卡，一个296千卡。我准备拿一个放在中间，这个吧，这看着香甜一些。这个糖，这碳水有55克，这个碳水只有30克，但是这个有1.2克的盐。这个是0.9克的盐，但是不差那一点，我这次盐应该挺多的。把这个也装在这个，乱七八糟的，大家见谅。从家带的挂耳咖啡，
一会儿1点的时候才能去领早饭，而且领回来不马上吃，坚持到2点再吃，吃完就走。所以呢，在吃早饭之前先吃一个饭团。昨天晚上那个饭太豪华了，没吃完，最后我给大会员先生发微信，给他发了个吃的，他还说有点少。对，他原话说的是量不够。我说那我早晨努力多吃点呗。他昨天晚上一个人去干拉面和寿司了。行吧，我赶紧把所有设备再检查充一遍电。哎呀，凌晨0点43，这个房间是标间还行，睡得比较踏实，没有太影响家属那儿。因为你要是一个人来，就跟别人拼房。昨天车上，反正我们同一车人基本都是自己来的，有一个不是这个酒店的，是2个人一起的。我们这次我、水泽先生和野口先生3个人在3个不同的酒店。昨天不知道为什么睡眠心率高，杯子就是没伴儿，也就是我不怕烫，就是你心里告诉他我不怕烫，就真的不怕烫。床头灯照的灯光还挺好看。今天真的特别忐忑，今天看现在多少度啊？我就怕中暑完不了赛，我倒不怕危险，因为这不能再来一次了。哎呦，现在我住的地方是18摄氏度，赶紧看看左铝坚挺，完了，左铝坚挺也是18摄氏度哦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还没降下来呢，最低温度出现在凌晨，还行，我平常一起，因为我起的时候都是最低温度，还行。凌晨5点说17摄氏度，去年也是17摄氏度，去年呢因为高温完赛率只有64%，但是它整个一上午上升的没有那么快，到10点的时候是26摄氏度，到中午12点就开始阴天了。好消息是12点说28摄氏度，然后就是你们看，从11点12点交界的地方开始阴天，因为今天晚上有雨，然后明天有1天的雨。哎呀，这是个饭团，想给它吃掉。最高气温就是12点和13点，28摄氏度。现在苹果的天气，看看 NHK 的 ，NHK 依旧是14到31度。那 NHK 稍微有点不一样，你们看，5点14摄氏度，一直到11点就31摄氏度了。但是他们说12点是31摄氏度，你看。但是我看他们都比较相信这边的，就是 NHK 的。要我也是，因为当地的电视台风就不管了。到中午的时候，12点左右开始是5米每秒的风，但是风向都不太固定。NHK 写的是今天夜里开始下雨。那其实28、9度和31、2度没区别了。昨天在高速休息站那儿下车，那时候28度，给我热的暴晒。一会儿就下楼溜达一趟，把餐领了，领了之后上来准备卫生间各种，等着2点20出发吧。行，一切顺利。凌晨2点20，我们就踏上了前往赛场的大巴，车程有1个多小时。大约在凌晨4点的时候，在大巴车上看到了佐吕间湖方向水平面上特别漂亮的朝霞。虽然没有看到太阳，但是也许能给今天的比赛带来一些好运。那最后还是迎着朝霞，祝大家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也祝我的比赛一切顺利。我们下一部影片到达起点再见。